数学不仅仅是数字，它是一门关于宇宙奥秘的语言。而这个只靠直觉解读宇宙密码的人，只活了32岁，却影响了整个数学世界。他就是斯里尼瓦瑟·拉马努金，一个改变历史的天才数学家。1887年12月22日，拉马努金出生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一个普通婆罗门家庭。在梵语中，他的名字意为罗摩神的弟弟。他的父亲是一名沙利店员，母亲则是一位家庭主妇，同时也是一位寺庙歌手。小拉玛出生后，他的母亲又先后生过3个孩子，均在出生后数月不幸夭折。2岁时，小拉玛感染天花，但天神眷顾，他幸存了下来。而当时他所在的坦贾乌尔地区有4000人因此去世。在这个宗教氛围浓郁的家庭里，母亲对他影响极大。小拉玛从小学会了印度教传统、宗教歌曲、寺庙法事，特别是严格的婆罗门饮食习惯。这也为后来他无法适应英国饮食而导致健康恶化埋下了伏笔。小拉玛从小便展现出非凡的记忆力和计算力，5岁时他就展现出了对数字惊人的敏感。9岁时，他以全区第1的成绩完成小学考试，尤其在数学上展现出超越年龄的能力。11岁时，他遇到了2位寄宿在家中的大学生，在迅速掌握了他们所学的内容后，拉马努金自学了 S.L. Lune 所著的高等三角学，并研究发现了一些复杂的数学定理。16岁那年，他偶然得到了一本真正改变他的数学之路的书，叫 A Synopsis of Elementary Results in Pure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也就是纯数学和应用数学基本结果概要。这本书是由英国数学家 G.S. Carr 编写的，里面列举了5000多个数学定理，但没有详细的推导过程。对别人来说，这本书是一本难以理解的定理集合，但对于拉马努金而言，它却是一座数学的宝库。拉马努金不仅逐条研究这些定理，还开始自行证明，并由此发现了更多新的数学公式和方法。第2年，他开始研究伯努利数，并将欧拉马谢罗尼常数计算到小数点后15位。1904年，17岁的拉马努金从库姆巴克纳姆市立高级中学毕业，这时他的数学才能已远超常人。他不仅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完成考试，还热衷于研究无穷级数、素数分布以及连分数等复杂数学概念。他的数学老师们被他的天赋震撼，连他当时的高中校长埃伊尔在给他的推荐信中写道：如果可以给他满分以上的分数，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数学成为了他生活的全部，而这份极致的热爱也让他在未来的道路上迎来了无数挑战。拉马努金在数学上才华横溢，但在其他学科上兴趣寥寥，表现极糟，尤其是英语、生理学和范文。他曾先后2次尝试通过大学预科考试，但都因为沉迷数学而忽略其他课程，结果以失败告终。最后他被迫辍学，无法进入大学深造，也无法找到体面工作，他的生活陷入了极端贫困。1910年，他再次病倒。拉马努金担心自己不久于世，甚至将他最珍视的笔记托付给了好友。或许是家族神奇保佑，这次他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并取回了自己的笔记。没有数学书籍，没有导师指导，甚至连纸张都买不起，他就用石板一遍遍地演算，反复推敲，最后只把最重要的结果抄在笔记本上保存。为了养活自己和家人，他开始四处求职。机缘巧合下，他的数学笔记
被印度数学学会创始人埃尔看到，对方震惊于他的研究。同时，在埃尔和印度数学学会秘书 Raw 的帮助下，拉马努金的部分成果发表在印度数学学会期刊上。这一年，他终于在印度数学界崭露头角。1913年，剑桥大学的数学家 G.H. Hardy 收到了一封信，信里没有自我介绍，只有一连串神秘的数学公式。哈迪以为是骗局，但当他仔细阅读后，他大受震撼。哈迪说道：“这些定理让我彻底败下阵来，我以前从未见过任何类似的东西。这些定理一定是真的，因为如果不是真的，没有人会有足够的想象力去创造它们。” 1914年3月，拉马努金离开印度，经过1个月的航行抵达英国，正式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这是世界数学的圣殿，而他，一个没有经历正式数学训练的印度青年，即将在这里创造奇迹。刚到英国时，他面临重重挑战：陌生的文化、寒冷的天气、严格的数学证明要求，以及因宗教信仰对饮食的严格限制。但这些并未让他退缩，他凭借天赋和努力，在数学界迅速崭露头角。在剑桥，他与数学大师 G.H. Hardy 和 G.E. Littlewood 展开合作。他们惊讶地发现，拉马努金的数学直觉超乎想象，有些定理甚至是当时数学界从未设想过的。他们认为拉马努金可比肩欧拉和雅克比。尽管数学教育背景和欧洲数学家截然不同，拉马努金依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数学定理，涵盖数论、无穷级数、模型式、伯努利数、高合成数等多个领域。1916年，他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认可，获得了研究学士学位及现在的博士学位。1917年，他的健康状况恶化，营养不良、寒冷天气和战时物资短缺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这一年年底，拉马努金因健康和心理压力在伦敦地铁站跳轨自杀，所幸列车及时刹车，未成悲剧。1918年5月2日，因为杰出的研究成果，拉马努金被授予英国皇家学会院士，成为皇家学会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之一。随后又成为剑桥三一学院院士，而他是获此殊荣的首位印度人。这一切，他仅用了4年。然而，命运没有给予他足够的时间，长期的疾病折磨着他。1919年，他最终返回印度。这次，他的家族女神也没能忽悠得了他。1920年4月26日，年仅32岁的拉马努金在印度家中去世。即使生命的最后1年里，他忍受着难以想象的疼痛，仍然在病榻上继续研究数学。他留下的数学手稿至今仍被研究，甚至在他去世多年后，仍然启发了数位菲尔兹奖获得者。这是一位害羞、安静、优雅谦和、终生严格遵守传统印度教信仰的年轻人。一生短暂，但他不仅成为数学界的奇迹，也成为流行文化中的传奇。电影、纪录片、文学作品、戏剧与舞台剧，他的故事仍在被讲述。City lights going high, people moving hustle by, beats pumping through my veins, riding on these urban planes. Street art colors up the wall, echoes of the nightly call, footsteps
on the concrete floor. Dreams we chase and so much more. City nights so alive. Feel the vibe in overdrive. Flowing rhythms never die. In the night is